要不负美国期待的概念啊。好，美国要抗中，不过在中国大陆这个画面有意思了。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说，哇，库克去要跟这个大陆的艺人啊，以繁花路线去做行销宣传。今天旗舰店开幕，现场画面来看一下，哇，真的是热闹啦，还是有很多果冻粉嘛，果粉啦哈。大批的粉丝哦，由库克亲自开门迎接。你看看这么多的粉丝挤爆了上海静安区，这个旗舰店是真的有很多当地的民众去支持的。这被称为是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二大的旗舰店，只比纽约的小一些规模，但它是一个库克亲自开门 ，CEO 亲自去展现他重视这个市场的这样的力道。但是呢，这个有意思了，华春莹就在X 上面发了一个文，说 Which one 就哪一个才是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市场呢？当然是有点酸啊。他对比两个画面，中国的民众欢迎库克，有被管制吗？没有。但是周受资 TikTok 在美国被审问，哪一个才是自由开放的市场？答案大家自己回答。但是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就是说官方有官方的路，民间企业有另外一条路吗？习近平马上就要跟这些美国商业领袖见面了。这场会面呢，是包括了有库克苏姿丰，也就是这个我们很关注在整个 AI 供应链里头重要的苏姿丰，他是这个超微的领导人，都会出席。那代表着这些企业领袖，包括 AI， 包括了所有的高科技产业，习近平计划跟他们一起来见面，加强吸引外国的投资。在美国阻止这些所谓的技术流进去中国的情况之下，企业界自有想法呀。那苏姿丰还甚至现身在北京包括跟联想、华硕这些展示 AI PC 的相关产品，是因为在这个 NVIDIA 一场大秀之后，几乎整个 AI 元年开启，所有的供应链相关的上下游通通都大涨，包括苏姿丰的企业都被关注。那没有忘记苏姿丰的父亲其实在大选前是有特别回台湾说要挺赖萧说赖清德是台湾最好的领导者。但是苏姿丰当然为了市场需求，该去的还是去咯。那萧姿呢？来看看德国的方面，我们看到马上习近平现在被说5月要访法国，不是吗？但是萧姿在德国怎么跟中国来互动？萧姿说，德国必须实现加速跟中国的这各种比较起来，以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他说，我们还没有完成一栋排污的审批。但是德国就必须，人家中国一个城市就已经建设完了的概念德国必须要让人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加速啦。就是说，他们认为他马上4月15到16去访中了啦，有一个经济上重要的议题，包括效率包括各方面的经济合作。同时，他带着经济代表团去的，不是自己去的，所以这是代表德国去年推出了中国对华战略之后，第一次要访问北京，显然要做的各种合作跟交流，甚至官方的互相的策略联盟，这可能也是美方要围堵的一个破口吗？那么还有欧盟，2024年首次他过去其实好几次谴责这个新疆人权问题，但是在2024年统计下来。欧盟从新疆进口的数字，前2个月就已经比同期增加超过了200%。那其中最大的进口国是谁呢？波兰、比利时、荷兰。那今年1、2月呢，新疆对欧盟27个国家成员国的出口也是比同期增加了217.8%，总额是3.12亿美元。所以其中当然包括主要是锂离子电池连番茄酱、民生物品。都很受欢迎，这告诉大家说，这个要围堵要挡全球化，想要说党变单边主义就有那么容易的吗？欧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港媒报道，西方围堵之下，中国电动车的 RCEP 伙伴进口量仍然是大增的。今年前2个月美国在挡电动车的同时，却有数据显示，欧盟、美国主导的反补贴调查贸易限制各种的损害却在RCEP 中国大陆方面找到出口，所谓更广阔的天空有哪些伙伴？南韩、印尼、日本电动车出口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倍、7倍、1倍之多，所以自然用另外一个 RCEP， 而不是在各自单独的国家里头找到电动车出口的市场。那当然还有一个日本政府
站在美国这边嘛，还是得要出手才行。4月他们在鼓励电动车购买的这个政策上要补贴大家来买电动车，为了环境永续相关的议题。可是呢，4月开始就要把比亚迪这种电动车的购车补助调降了，当然是冲着中国大陆而来，以中国大陆为主啦。那个也许保时捷这些是顺便啦但中国电商产业是迎来了大改造吗 ？AI 的布局现在几乎是王道啊。包括阿里巴巴、京东都争相的去布局，那提出了一系列很多的各种的新创的模式，但是主打降本增效的 AI 的大模型啊，现在挑战的亚马逊就是以前龙头老大的美国的几个重要的企业的地位，例如中国电商铁幕啦，大陆电商我们讨论了好几次，这几次卖平价衣物啊，或者是这个生活用品的平台，几乎今年初开始开放欧美商家进驻之后。低价跟其中品质的各种竞争的考量已经立刻让亚马逊受到了重大的冲击，市场几乎成本低廉。那对于高端的需求有，那么平民的需求、庶民的需求也有的情况之下，它当然很容易打败现有的市场机制赖教授，当然市场机制理论上本来是开放的，但是在了中美对抗底下，加了很多限制之后，话说你就问啦。到底谁才是自由开放的市场？现在很讽刺的地方，当然就变成中国大陆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而美国却是一个每天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把自己的市场限缩起来。这个华为打赢了美国的这个苹果的时候，他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打华为。现在华为又重新回来了，商务部长雷蒙多说：“我睡不着，我每天眼睛睁开到睡觉，我就是要想办法设法要把中国人干掉。”然后说，现在连所有的半导体的厂商，他准备全部要制裁，你就可以知道那种侠心症已经到这种无以复加的一个地步，有点病态型的这种偏执狂了。那也不管了，比亚迪赢了特斯拉，你看美国就不让比亚迪可以进去，可是特斯拉可以在中国大陆卖。那现在的你看抖音 TikTok 赢了 Meta， 然后呢就要对抖音打压，要不就是你要卖给美国人，这样的一种国家。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目前这一个政府跟他的国会他们的政客把美国人的脸真的丢光了。这次库克啊，其实为什么要到上海去？因为目前来讲，苹果的手机在中国大陆确实卖不好啊，因为没有亮点，大概降了20几个百分点其实，在台湾也卖不好。前一年24个百分点。对，因为它真的是没有亮点。那没有亮点的情形下，那我们台湾人是因为没什么可以选择嘛。那可是大陆人有选择，因为他有华为、有荣耀、有更多的手机可以选择，所以对大陆来说的话，他当然他觉得荣耀这个华为比这个苹果还好，那他当然就选择华为，华为的业绩就上来了，苹果就下来了。你刚刚讲的，一下子掉了20几%。库克现在是要去想办法振奋他们的果粉的心，可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你的产品要够好，不然的话你只能守住你的基本盘。而你的基本盘慢慢的一直在萎缩的情形下的时候，那它在中国大陆的市场的竞争可能会越来越衰败。可是你会发现，习近平的做法还是依然走他原本定的路调，也就是说，去年他就改变了整个方向，以这个地方政府，还有以美国的人民，所以你看美国的林肯中学的孩子们。第一批已经开始出发了，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因为他们计划要邀请5万个美国的中学生的小孩到中国大陆来，也就是跟大陆的中学生做交流，而且看一看大陆的发展的方向，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被宣传、被错误教育的产生的错误的认知。那透过这些年轻的孩子到中国大陆亲身经历以后，他们回去不管在 TikTok 或者在这个 Instagram 等等，他们把他们的照片跟大陆的年轻人的同样的中学生的互动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国的中学生怎么这么聪明，比他们聪明太多了，互相都国际化，视野就更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德国的问题出在哪里？德国问题是出在他现在政府混乱。你看，德国总理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外交部长不帮他打前线，不帮他打前锋，然后经济部长到今天为止没有去登陆过中国大陆。你不觉得这个政府已经是一团糟的政府？我坦白说，并不看好德国的现阶段的政府。他还要带经贸团去啊。杨教授，当然这个市场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啦。本来以为说民族主义兴盛之下也许
库克去不见得有用，但是果粉还是很买单。对，大家可能会问哦，苹果可以在大陆用，对不对？去年2023年，它还是 No.1 的销售的品牌，卖的最好的。今年的前6周，它现在到了第4名，所以库克是有一点紧张的。这个当然因为华为的出来哈，还有荣耀啊这些这个因素。可是他会想说，那个 TikTok 为什么美国要把它变成一个美国公司？然后呢，可是好像 Google 跟脸书在大陆是不能用，这是没有错。可是呢，这个并不是中国大陆的禁止。我们大概都知道那段历史，其实 Google、脸书进去过大陆市场，经营过，但也还受到蛮重视的。可是大陆的法规就现在跟美国的法规一样，跟现在的美国法规一样，你收集中国大陆中国人的资料，你要把它放在中国。那结果呢 ？Google 跟脸书的拒绝，他说这个脸书的资料是要放在这个国际上或者放在美国的。拒绝之后呢？那大陆就是说，那你就遵守我的法律，不遵守法律的话，你就看你自己怎么办。他就退出了。所以 Google 跟脸书是自己退出。那 TikTok 呢？它其实在2022年啊，就把所有在美国的资料，通通放在德州的奥斯汀，而且是由甲骨文公司落地了来去做管理的。是。那现在根本就不是重点，他觉得最后可能只要后面是个中国公司，那他就可以掌控这个资料。那根本。这个其实美国情报单位说这是一种假设性，但是美国人就觉得这个假设性，当然很多原因我们在这边就不分析，大家都了解哈。所以到底哪一个是自由开放的市场？那个 iPhone 啊，在中国用的 iPhone 资料放到哪里？就放到中国。那就中国遵守中国的法律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这个道理。我讲我们在台湾呢，我不知道我们的法律规定怎么样哈，我去查也查不到这个东西。管不了。我这边提这个概念哈，这边提到的就是说。电动车啊，跟一些新的这个中国大陆制造的这些商品啊，新三样等等，现在有一个流行的概念又出来了而且来势汹汹哦，叫做产能过剩。这个是最早就这1-2个礼拜提出来的，欧洲的一个商会提出来，然后呢，冯德莱恩以及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人物就开始在讲，就中国大陆做的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那现在呢，很多的这些 APP 开始。又要运用到这个所谓的大模型 AI 像是京东它那个叫研析嘛，析是犀牛的犀，那开始这个运用就会往国际市场走，特别是这些商品他就说你产能过剩，你刻意的产能过剩，造成国际市场的价格的这个低价，所以有一种倾销，也就是说产能过剩，它就要等于倾销，倾销我就要制裁你因为你是不公平贸易。那我就可以保护我的市场，所以现在从所谓的国家安全的理由已经大概都用尽了，现在又回到所谓的公平贸易倾销，但是呢，现在一个最新最时髦的用语叫产能过剩，以后大家就会常常听到。是董哥这个经济面是真的政府方面要围堵就可以围堵的吗？企业看起来仍然跃跃欲试在中国市场啊。因为我们知道华为起来以后那时候他被打压，很多中国大陆人他们就觉得美国很不友善，所以其实在民族情绪上他们会抵制苹果那当然苹果它就受到影响，结果华为他自己又发展出另外的一条路以后，那当然也是基于民族情绪，很多人觉得华为更好用的确它里面很多功能远远超越苹果这也是事实。所以库克特别气，其实库克气好几次，但他这一次气特别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苹果昨天被美国司法部起诉说他垄断高价，然后访问美国老百姓都说没错，苹果就是最高价了那他司法部把他起诉了这还不到发展还不到1天那我们可以看到，库克还是坚持要去其实当然他还要参加其他的会议，不过可以看到他希望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能够多多的使用苹果。那他到上海的静安寺这里这个老百姓对他是非常欢迎，非常狂热。那他们也做了市场的调查，就是说他有第一天来有送那个入门的礼这个礼是怎么样就是用市花白玉兰，上海的白玉兰那就是有非常多中国的因素，
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市场对我太重要了。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哦，就是商人来讲，他当然知道这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市场啊。就好像这2天很多人说哇，台湾的旅客去日本很受欢迎，没有，现在日本觉得台湾人很小气，还不如大陆人，而且台湾人住2、3个人也要来杀价，用团价来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那个市场里面，商人的敏捷是比官员还高啊。那我讲最近发生了2个新闻，一个是盖洛普他对美国人做调查，有40亿的人，40%亿的人觉得说中国大陆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对他没有好感。那台湾的媒体报道都说哇，有70%都对台湾有好感，台湾不得了。但是你如果打仗，他不会帮你啊，简单讲就这样。但是我注意到，大概1个多礼拜前路透社他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其实很重要。他说其实从川普时代，他就要求中情局去做假新闻，用认知作战去丑化中国大陆，丑化习近平。他访问了3个川普时代的高官，那这些高官证实有这回事，说我们一直在做认知作战，所以我们把这些消息弄出去，让美国的普罗大众一起来痛恨中国人，然后又扣及我们的欧洲的盟邦这些，所以中国大陆很多东西是被美国官方，尤其总统下令中情局去做丑化，所以我们所有看到美国在指控别人的他们其实都是很卑劣的，自己在做。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别人也在做，然后到处用假的东西在指控，这就是现在整个看到了整个的现状了。是在抗中这条路上，美国是整套策略了经济上面、外交上面，刚刚谈到了菲律宾啊、南海啊、日本啊，现在来看看印度。印度呢，在美国方面是明确的说表示承认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领土，这个地方领土的主权是有争议的。中国方面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立刻反驳说，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藏南地区是过去历来被认为是中国领土那当然，印度也重申他们的主权，所以显然最近这些领土的争议是不断的也在中印边境发生的。其中这件事情恐怕也是现在最敏感的位置，叫做高空隧道，由印度3月9号开始开通启用的印度塞拉隧道。这个是有海拔3962公尺这么高，贯穿喜马拉雅山过去本来说那个崇山越岭没有什么物资也人也到不了，但是它自从贯穿了这个隧道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呢这可以让它的2个地方的陆地运输时间直接缩短1小时。当然还有个重点，可以加快印度军事动员或者是部署的速度。所以中印边境一直有一些规模不同的程度的冲突在持续当中。那现在呢又有这样的因素在当中，中国跟我们看到马尔地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这些地方是最近反而中国大陆很明显的有一些经济上还有各种的合作。这是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他说最近呢，中国不断的跟马尔地夫加深军事关系，尼泊尔立场转向斯里兰卡也是把港口租给中国，好像正在有一个包围网的概念在印度的周边吗？那中国军方的代表团3月4号到4月13号也出访马尔地夫、斯里兰卡、尼泊尔，分别跟这3个地方的国防官员会谈，经济、国防都在动。那当然，印度还发布了一个新航行的通报了就有另一艘中国的飞弹追踪船出现在印度海。礼拜5的时候，就有一艘中国卫星跟飞弹的追踪船接近印度洋，引起印度表达强烈的担忧。还有另外一艘中国的科考船也在这里作业。反正就是，不过南海、印度洋好像都有这种很危险的氛围吗？从这个地图他们来公布来看，那为了拉抬选情莫迪原定3月21号到22号对不丹进行国事访问，20号前一天突然公布这个访问行程细节，数小时后突然取消了是要传达什么讯息呢？跟这个中国传递讯息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是的确在这个周边的
气氛是不太一样。而美国呢，对于中俄的经济制裁，所以也采取一样啊，包围网啊，紧盯大陆在做这个无人机啊，包括尽管美国目前课征25%的关税，但是无人机市场还是占了目前在美国里面使用的超过90%嘛，那就是买的来源都来自中国大陆，那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中原甚至要求征收更高的关税，其中打不过陆企就制裁的啊，过去例子比比皆是，大疆啊、华为、比亚迪都是。那当然，欧美的制裁各部分是有效，像是不是这个也是效应的发生之一？俄国媒体报道的，很多家的中资银行停止接受俄罗斯人用人民币来付款。克里姆林宫抨击批评啦，说这是西方国家对于这个中国银行施加压力才会造成的吗？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各种的管制措施，美方在世界各地都各种做法嘛，在用制裁有没有用？俄罗斯好像感觉是没有用了之外，在北韩的部分呢，朝鲜半岛这里，很多的这个运输啊，还有精品应该不能进去的吧？这个连消息都被拿来讨论，是因为金宇镇，这个金正恩的妹妹，她在2003年9月出访俄罗斯，带着这个包包，名牌 Dior 吧，这个名牌手提包。就被说，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规定吗？所有会员国不可以向北韩出口奢侈品吗？人家不能够去外面买吗？不知道，反正这也是一个安理会制裁无效的讨论发生在当中。华为被美方制裁，完全是一个经典的个案。那么产线的惊人生命力，华尔街日报甚至还专门来分析说有哪些原因呢？包括本土晶片中国大陆可以就逆势重新来研发之外，否则的话就很难完全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这也是华为在企业市场上所创造的一个不一样围堵当中的生存之道。教授，美国为了要把中国大陆压下去，因为他害怕10年以后大陆超越他，这是美国的这些有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都估计说10年左右中国大陆就超越了，所以他要千方百计的想尽各种办法，在科技上、在经济上、在贸易上，然后在各种方面就是要把中国压下去，然后在地缘政治这个部分，他就要挑拨周边的国家，支持这些国家跟中国大陆闹。那么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们跟中国大陆打起来，所以你看，在南海他就支持菲律宾，可是问题就在于刚好碰到我们民进党政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进党政府他上权入国，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都知道我们的历史是11段线内的所有的岛礁都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我们南到真母暗沙都是我们的，所以如果是马英九时代的话，那马英九一定会起来抗议。那美国就等于是你跟我们台湾对抗喽，因为你支持菲律宾的话，你就等于是跟我们台湾对抗。可是问题就还好，对美国人来讲，处在一个上权入国的民进党政府，他就装聋作哑，完全连太平岛都不敢去连太平岛蔡英文连去都不敢去，你就可以知道他上权入国到几点，美国就可以在那边煽动菲律宾跟中国大陆打起来。可是坦白说，菲律宾真的敢跟大陆打吗？也不敢。所以只能闹一闹，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强度越来越强，印度也是一样，明明白白的这个历史文献写得很清楚，藏南地区就是我们的，然后也是那是在麦克马洪线，就是英国驻印度的一个总督，他违反英国政府的训令，在那个地方片面化的，那印度后来脱离英国殖民了以后，然后就说那是他们的。那现在美国本身违反历史、违反国际法，它本身支持印度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印度跟中国大陆打嘛。他认为14亿的印度人如果跟中国大陆打起来的话，这个对美国人来讲那就赚翻了，因为死的是印度人没关系啊，但是只要把中国大陆打乱就好。可是问题是，印度真的敢打吗？也不敢。为什么？因为印度发现中国大陆现在对印度建立起一个他们叫做珍珠链的战略，把它整个包起来了。尼泊尔、不丹现在领土的边界已经谈到最后了，所以看起来莫迪为什么后来突然取消，也相当有可能不丹不欢迎莫迪去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不丹邀请莫迪去国事访问，怎么可能莫迪自己本身说我要去国事访问？这个就是什么霸道霸权。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看莫迪基本上后来突然取消，相当有可能就是不丹表示他们并不接待。那这样的话，对莫迪来讲，他的领导威信会有很大的影响。
合纵连横都有很多敏感的地方哦。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深入讨论。中印关系现在也蛮紧张的，尤其在边境这里的主权争议。教授，3月9号的时候，我们刚刚这边提到哈，就是莫迪去剪彩开通这个叫色拉隧道吧，我们这边怎么翻？那好几年了，它是一个双向的这个隧道，所以蛮宽的。不过现在在藏南地区哈，印度那个把它叫什么？阿鲁纳恰尔邦啊，藏南地区。那实际上，因为它大概有9万平方公里，台湾的2倍半大啊。可是呢，多山少数民族，那其实交通很不方便。那因此呢，过去这一块地方的这争议哦，一直都是中印之间的这个争议。1962年的中印战争之后呢，印度在这边稍微掌控比较多啊，但是呢，它也大概就是3万驻军，现在又增加了1万驻军。那前天他的外交部长叫做苏杰生，公开的批判他以前的这个伟大的领袖尼赫鲁。尼赫鲁那个时候是反美，50年代到60年代哦，反美，然后呢跟中国大陆是相互称为兄弟关系哦。那我不知道谁是兄谁是弟哈，但是呢后来导致了中印战争的发生。我那个时候因为他采取了那种扩张，就是把英国当初在帝国主义所占的那个领土都视为印度的，那他就不断的开始在扩张，当然就引起中国大陆反弹。现在这一块呢，又引起就是美国的支撑，因为他的国防部长前2天也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强化就双方的这个军事合作，而且要进行这个所谓的3军的这个演习。因此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又是美国了。各位，我刚刚不是讲那个在菲律宾吗？对不对？现在到美国来。然后你看看在台湾，对不对？所以很清楚啊，这是美国在中国的周遭在不断的塑造一个边境的紧张跟冲突，然后呢，当然一方面造成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破坏现状，同时呢，也可能希望让中国大陆忙于周边的这些冲突的问题。各种牵制的做法，从经济到外交层面，几乎是屡见不鲜。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来，在美国各种对于中国大陆的制裁里头，你看从无人机到各种精品生活用品、电商平台都是，但挡得了吗？金理正用的绝对是真的啊！金理正跟金正恩小时候就被送去瑞士念书，大家不要认为是草包，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容易受美国影响。我想起《爱的迫降》对，我们台湾我们很容易受美国影响营造说中国大陆、俄国、北韩这些都是很草包、很落后，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们是非常懂的，要不然他们如何跟西方抗争呢？那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讲印度其实美国跟他的盟邦就要去拉拢，包括台湾都要去拉拢。我们选前说没有印度的劳工，选后马上签了备忘录，对不对？我们的蔡政府是在骗人，非常清楚，说谎成性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印度它在民主、在人权、在法治，它其实都非常不及格。美国从来不讲它，美国希望拉拢它嘛。那他有时候跟美国，他也会偷偷的虚以委蛇。譬如说，大家要制裁俄国，印度是从俄国里面、俄乌战争里面获得最多好处的，仅次于美国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石油、天然气什么都买，武器都买，打折买，趁机买。那美国不敢讲话。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及国内议题的大白话，我们邀请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浅秋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金门讲到金门就想到董哥但是在这个2条人命的意外事件，还是没有进一步的可以解决的方法之外，我们有2名钓客说是迷航了，这个船呢上面被这个大陆方面协助把它找回去了，但问题是要不要送回来？
这2个人后来发现其中一个人有军人身份之后，而且是现职之后，发生了现在两岸几乎没有办法沟通的这个状况。陈玉珍委员刚刚最新的消息是他透露说，这2名民航的调客规划今天下午就会先送一位没有军人身份的这一位无线调客回来，因为他比较单纯。但是呢，目前相关单位都说还没有消息。至于另外一位现役的军人呢，无线调客可能要多留几天。不过这个消息仍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的证实。那到底会怎么样哦？重点是一个军人现职的身份，就会引起很多的揣测。两岸又没有沟通的正常管道的话，那该怎么办？当然，陆委会只有公开在喊话说，希望中国大陆赶快送回2名金门调客，还甚至有传出来说，中方对我方已读不回。过去常常讲说我们什么水果被禁什么的，都是说已读不回。那现在呢，陆委会发言人赶快出来否认他说没有啦，没有已读不回啦，对方是有跟他沟通有联络，但是表示上面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人现在还没有办法顺利接回。下午有没有机会其中一位先回来，我们就拭目以待。但是金门海巡队现在谁出来回应呢？其实这个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了。这次是金门海巡队的主任出来讲话，吕忠汉他说，只要能够回来什么理由什么形式都可以，赶快乐见其成，赶快促成。那看到这个人呢，管碧玲现在是神隐的，记得吗？上一次整个冲突事件的时候，几乎在我们官方的处理方式是想要把民间拉到官方，把官方从地方政府拉到中央，最好中央对中央谈把层级一再拉高。但现在这个事情发展，让反而是所谓的中央部会首长们，管碧玲都不再做任何的回应或发言，而是由金门的海巡队的主任就可以去回应了吗？这是我们的2手策略吗？那当然，北京的灰色战略被形容是什么当然，这个画面大家看到是很少见的一种联合演习的方式。这个是有海空军、海警，就是军警一起联合的演习，而且是昼夜一起串联的项目被说是一种实战演训，很少见。这种叫做暴力抗法等特殊情况，就是说，如果海警船遭遇到各种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不管白天晚上，还有军方要跟警方一起联合的时候，这当然联想的可多了。这跟我们台海最近发生这些事情都有关系，是代表随时准备作战的概念吗？那再来看看菲律宾好了现在中美对抗底下，对于中菲在南海冲突这件事情，一直有各种的新的意外发展事件不小心就会搞大，大家都在担心。而布林肯前阵子美国国务卿访问了菲律宾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个画面，当然他随后呢也发表了一个一定力挺菲律宾的这样的态度，双方共同的友谊坚定等等这种态度声明。但看到画面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怎么会这个访宾是这样做的小马可是这样做的，那布林肯坐小椅子，这个怪怪的吧？有点大家联想到就是川普接见吴曲曲的时候，让他坐小椅子羞辱他那个氛围，当然没有那么的显著啦，因为看起来态度画面自在从容一些。但看看人家王毅去的时候，菲律宾怎么对他的，是这样平等的，相对比较像合理的对等外交的姿态。公布的官方照片是这样，那这个是美国方面不介意，还是友谊已经好到这个程度没有在计较，不知道。但显然菲律宾跟中国最近的冲突事件是非常的越来越多的例如最新发生这件事是在21号，菲律宾有34名人员上了这个小铁线礁这个礁岛上面去活动，中方海警执法人员立刻依法登礁，而且查处把他们抓起来这些中国队包括的这南沙群岛附近的海域这个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甘宇说，这都有充分的历史跟法理依据，是拥有主权的。所以经过警告劝阻无效，所以只好直接查证跟执法处置。其实在这个登岛之前，我其实觉得很纳闷呢。
如果说前面都已经有这种对峙，为什么他们30个人还要坚持要登岛呢？因为这个画面是在这个铁线礁外面就有一场海上对峙的影片。我们现在看看画面，这个画面上就有直八的盘旋，什么概念？就是编号5240的中国海警舰啊，旁边呢临近的监视着菲律宾船的行进路线啊。那旁边算一算，如果我们画面上可以算一下的话，大概有将近10艘左右的中国渔船还一起环绕，把它团团包围住哦，要阻止菲律宾船继续往这个铁线礁去前进。那同时空中看到没？这直升机啊，是直八直升机空中待命戒备，等于是从海空一起来监控这艘渔船的动向。但这艘菲律宾船还是坚持，人34个人就是上了这个岛礁，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他觉得不知道，他就这么坚持吗？那看看现在这个海域的各种部署里头，除了现在南海这里菲律宾动作频频，在日本的部分，现在有4艘，将近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哦，3月20号也有4艘中国海警船航行在钓鱼台列岛的海域这附近。那么海上日本方面的消息是说，海上保卫本部啊，立刻对海警船提出警告啊，呼吁他们赶快驶离。所以就是南海，还有日本海，还有当然金门海域不用说了啦，这附近都有各种的。大家感觉紧张的氛围在哦，金门人董哥对于现在金门渔民们或者是当地的心情，一定最了解。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礼拜天啦，那时候我也在金门啊，发现大雾了。那包括小三通，包括飞机都没有开。那他们坐的是波特船，那种船更小，就去钓。那钓当然就进入了对方的水域，这是很清楚的。那他们自己也看不到。在海上看不到，因为雾太大的关系。雾太大，因为所有飞机21班都不开了，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就把他救起来，海警队把他救起来以后，然后这2个钓客很天真，有一个比较单纯，他就讲我们是怎么样，可是另外一个比较不单纯，因为他是职业军人，现职的职业军人中士，那他是金门人，他就骗海警。不讲他是军人，他随便讲一个行业，那后来被人家查出来了，因为中国大陆也很厉害，查出来你有职业军人的身份，你现在要故意隐瞒身份，那你是什么意思？这就现在碰到了难题啦。那另外一个大概如果今天没有就明天了，就送回来。另外那个比较单纯，那这个胡姓的中士他会比较麻烦，因为等于说你是不是有特别的用途？今天可以想象嘛。如果是解放军说我们来钓鱼越过金门到廖楼港附近，然后被我们抓到，他说我不小心越过来，是不是？我们一定会认为说你别有企图嘛，那所以他现在的复杂这样。那我们看到大家在讲今夏因为我们海巡把2个人弄死了，然后态度又不够诚恳，我们现在还扣留这2个被弄死人的遗体那现在也不发还，也没有对话管道，因为谈了15次嘛。那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过错在我们这一边比较多不用讲。那你现在态度这样的话，中国大陆态度没有啊？你单纯的我还是还给你啊。那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并不是我们所讲说完全没有办法去协调，因为这几天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人道还是很看重啊。那就好像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知道说，其实是有管道可以。那整个事情发生以后，其实我刚刚讲，这个职业军人是我们金门的乡亲，我们那边认识的人也不少，我们也问得到，但他只是没办法放你走，他把他关在海警船上，要等候上面的指示，说抓到一个职业军人那怎么办？对，等你台湾来谈呢？对，如果是我们一定会这样啊，对不对？然后不来，我们人就不还你啊，我们连死人都不还了，何况是活人，对不对？一定是这样。那我们自己有我们的管道问了说，因为他有这样的开始又欺骗我们只好要问上面是不是他会怎么样的处理。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叫金夏或者海峡两岸其实是我们很多人是可以问得到、帮得上忙的。是问得到帮得上忙，但就不是民进党的那些人，就不是在国家哪高薪，然后不干事，然后常常犯错，造成很不可收拾局面的那些人，就是领高薪落实者比，那些人没有办法做事，我们自己有办法做事，我们自己问得到，所以事情
在214那个案件发生的时候，金门跟马祖的立委都说跟政府讲说，由我们出面来帮你。他不肯。那你不肯，你说因为你们2个都是国民党，金门红十字会说我们来帮忙，我们已经做了好几20-30年了，我们政府也不肯。民间处理其实很简单的，很简单，相对单纯。对，因为他没有色彩嘛。那红十字会要做他也不肯，他非要自己的陆委会梁文杰然后海委会也是派那个周美武然后都是那些官方身份的，要跟人家谈，人家当然不敢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在处理这种问题你还是要找比较没有争议的，然后有经验的人来做了。那民进党在这个事情其实让人家看破手脚，就是接下来赖清德会不会改弦易辙？其实大家都觉得说，你如果要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那将来两岸一定会更紧张。是赖教授，因为上一次在帆船意外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官方处理是一直想办法把调子拉高，呛下的都是官员。那这一次真的不是很重要吗？要营救我们的人呐，我们人要救回来，不是很重要吗？层级一直压低，一直压低。现在情况是我们碰到麻烦了，因为是大陆救起我们2位这个乡亲2位被救起来了。救起来了以后，结果有1位是军人，现役军人。可是我们在外岛服役过的人，我们都知道，现役军人不能下海。因为我们是不能够随便，就算休假也不行吗？不可以的，那是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啊。而且，所以我们现在在问的是部队长知不知道这件事？那军方的态度是怎么样？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陆那边在看你台湾的军方的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是明显的违反了军纪。也就是说，我们在外岛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允许，我们擅自下海的话，那会被判断说是不是有离开，我们叫做叛逃的嫌疑。那如果有经过允许，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经过允许的话，那就很明显的，那是不是在从事渗透或是情报的工作？那这个对大陆来讲，他当然要了解，要理清楚，所以他也在看你台湾的部队长。你的部队的态度到底，军方态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在沟通的过程中，也可能他们要经过甚至要经过一段的侦讯，因为他们要确实了解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如果说我们的部队的现役的军人他要渗透到大陆去，或是要去刺探大陆的防卫的情况的话，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就以一个这个刺探对方的这个防卫底细，那他们可能那就用间谍罪或是用其他的交战的方式来去逮捕，那这个完全不一样。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海委会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态度，陆委会也没有一个态度，然后国防部也没有一个态度。可是更离谱的地方是在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却没有好好的质询这3个部门，说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给大家一个真相嘛？怎么每一次民进党一执政就不给我们一个真相？我们就一直不理解。也就是说，翻船了，大陆死了2个人，到目前为止不给我们一个真相，然后这2个人跑去海钓，被人家救起来了。然后确实有一个却是军人的身份，然后为什么会是一个军人的身份，到现在也不可能给我们一个真相，这个实在是我匪夷所思。我觉得为什么一个政党，一个民进党政府，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搞得不明不白、粗糙草率？那菲律宾呢？布林肯去做这个位置，你会是我们想多了吗？你不觉得这个位置真的很奇怪吗？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位置。所以我们也，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浪景的画面，旁边坐一排这样。可是问题就在于说，美国曾经是一个大国，曾经，菲律宾在美国人眼中来讲，不过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那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而且曾经是他的殖民地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本身在过去碰到美国人的时候，总会觉得那个矮一截，尤其是这一位总统小马可仕在美国也曾经被通缉然后他也有司法的官司在里面，而他的很多的财产在美国是被冻结，那是不是现在被放出来了我们也不晓得。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在这一次这个会见这个布林肯的时候，却安排他做的
好像是长官跟部属之间对，的座位。像他是长官，他是首长，在他底下的手下。对这样的一种安排来说的话，这个当然对布林肯来说或者对美国政府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个光彩的事，光彩的事，有点是像羞辱。可是布林肯也甘之如饴的话，那是不是变成美国有求于菲律宾？那也就是说，美国希望菲律宾继续在南海闹。我觉得那这个就是变成是美国在求菲律宾说，你继续闹，继续闹，你不要停止。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执法这个力道已经越来越强烈了。那菲律宾再闹下去的话，可能对菲律宾来讲会越来越不利。这样闹下去，真的像这34个人哦，教授看起来不会觉得随时感觉很容易擦枪走火出事情吗？最近我们看就是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动作不断。从仁爱礁、黄岩岛，那现在又到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听说过的铁线礁，那仁爱礁、黄岩岛其实大概加起来超过10次的这种渔船或者是海警船的这种擦撞，擦撞都有。那然后呢，这个铁线礁34个人数不少哦。那他从哪里来？他其实从那个中业岛。讲到中业岛我们台湾要很惭愧，1971年以前，我们的海军驻守在那个上面，然后呢，被命令说，当时有一个维拉台风，各位有没有印象？维拉台风1971年的时候呢，从南海往上到台湾来，然后呢，台北这边就要求海军这边到太平岛去避难，那有那个必要吗？那太平岛去哪里避难？但是呢，到7月的时候，维拉台风，反正另外一个同伴来说，他真的去避难，然后菲律宾的军人就上去了。海军那个时候要夺回，台北命令说不要干涉。我个人的推测跟台风无关了，我个人推测是美国的安排，是美国的安排。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中业岛上面，现在是菲律宾在南海地区最大的就是军事驻守跟一般的渔民驻扎的居住的地方，大概50名军人，有200名以上的渔民，甚至都有小孩。他还办了一个小学，很小。然后呢，选举的时候还这个上面去举行投票，所以从这边过去的34人，我合理推断一定是如此。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去铁线岛？这当然就是另起炉灶了，对不对？然后呢，持续的再去凸显出在南海当中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这种主权岛礁的争议啊。可是各位看一下，美国一点都不孤单呐，也不这个无辜哈。你看不只是布林肯现在坐在这个。就小马克思的前面，他事实上在小马克思面前还就是批判中国大陆在这边单边的声势造成区域的动荡，然后强调说，这边南海是有1半以上的全球的贸易这个石油商品的经过。但是各位，你有没有听说过从哪一个时间点，哪一个轮船或者是游轮或者是军舰在这边发生过事情？没有。对不对？南海岛礁距离南海的航线事实上是距离很远，所以单纯的就只是各方的岛礁争议。但美国要强插手，为什么？你看布林肯到那边，然后呢，大概在4月底的时候，美国跟菲律宾要举办一个叫肩并肩的军事演习，那特别就在规模最大的对，特别就是在靠近南海这边。同时在巴丹岛，各位北宋岛的北边有个巴丹岛，我们屏东的渔民都知道了。出去捕鱼其实都在巴丹岛这个休息了，有些人还有在那边有小三呢那但是呢，他在那边现在要建基地，从此美日菲，重点来了，4月11号美日菲3国峰会元首峰会要在华盛顿举行。各位，美国是全方面的再去支撑菲律宾，那菲律宾不动作才怪了。对不对？仁爱礁、黄岩岛当然也到铁线礁去了，34个人太少了啦，下次要340个人去才有用。